大家好，在此之前的课程里呢，我们学习了非线性电阻电路的两种分析方法，它们就是列方程求解法。列方程求解法貌似能够得到准确解，但是正如我们此前的课程讲授的，在求解非线性代数方程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数值手段，因此也存在误差。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图解法。图解法呢是在工程中非常方便实用，但是从图解法的实施过程，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图解法本身也会必然带来误差。那么，既然非线性电阻电路求解势必要引入误差，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在建模上，非线性元件的建模上有一种新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讲授的分段线性法。好，现在我们来讲授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段线性方法。对于图示的非线性电阻来讲，可以看到在 UI 平面的第一象限上，它的 UI 关系是一个非线性的曲线，光滑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分段线性法呢，就是对这么一个元件建立分段线性的模型。所谓的分段线性模型，就是用相互连接的直线、折线来表示这个非线性的曲线。那么具体来说，对于这样一条这个曲线来讲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我们可以首先关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我们最直观的一种做法是画出这么样一条直线来。当然了，可能同学们大家也会说，那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就有误差吗？是的，是有误差。但是呢，我们等会儿会发现，就是我们会努力的让这个元件工作在这个部分，那么这样的误差就可以忽略了。那么对于这样一条直线 UI 平面上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就是一个电阻，所以呢这部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建模成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 tangent A。 那么接下来的一部分呢，就是要相对费点劲了，就是 AB 这条线。 AB 这条线呢，它当然跟横轴也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是 B，那么这当然也对应着一个电阻，但是我们学过戴维南定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条直线，它对应的是一个戴维南的电路。戴维南电路是由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相串联，这个电阻的阻值当然是 tangent B， 这个电压源的值呢，需要把这条线反向延长与 U 轴相交，得到一个 U0。于是呢，我们就知道了这 AB 这条线所对应的特性是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这个电压源的值是 U0， 这个电阻的值是 tangent B。 那么给了一个非线性元件的 UI 特性，如何对它进行分段线性建模？当然我需要指出了，不同人建的模型可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折线的段数量不一样，所带来的精度也不一样。当然了，这个段数越多，精度越高。但是等会儿我们的讨论就会发现，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精度和方便程度的折中问题。现在我们还回过来说，就是我们得到了模型，那怎么着呢？就能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假设这个非线性元件就是在这里面，你得到了分段线性模型，你发现如果说你确切的知道这个非线性元件它就是一个电阻的话，那整个这个电路不就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电阻电路了吗？那么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元件就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压源的串的话，那么这个电路不就是一个两个电压源串在一块和一个电阻串了吗？这个电路就变得很简单。但是这里问题是，那我怎么知道它在哪儿工作呢？好吧，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就要来猜一猜。所以这就是整个我们这一节课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要猜一猜。我们要猜一猜它究竟工作在这一段还是这段，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检验一下。所以整个的方法叫做假设检验法。好，我们现在来做题啊。那么我们看这道题，这道题呢是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线性电阻和一个非线性电阻的串联，非线性电阻的 UI 关系写在这儿了。我们把它的这个 UI 特性呢画在这个图上就分成两段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是0到2伏和0到1安之间。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是2比上1等于2欧。那么它的条件呢，应该是电流小于1安，或者说电压小于2伏啊。所以我们首先假设它在区段1工作，那就是它是一个2欧的电阻，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电路。那我们现在呢，看它的这个电流或者求它这个电压。那么电压比较好求了，这一看直接就能够知道是 3.5 伏，那它当然是大于2伏的，所以是不满足假设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假设它在这个段2，我们假设它工作在这个段2。那么段2呢，从这个电阻上来讲呢，从2到4变了2伏，1到3变了2安，所以这个电阻呢一定是一个1欧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从这条线来看，它应该是一个还有带源南，还有一个电压源，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是有一个1伏的电压源啊，这个1伏的电压源，所以它等效的模型呢就应该是这样。那把这两个电路连起来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然后呢，我们要求这个电流啊，这个电流是多少呢？直接就能看起来7减去1比上2加上1等于2安。这2安呢是非常好的啊，2安刚好就工作在这个点啊，这个点呢我们管它叫 Q 点啊，叫做静态工作点。所以呢，到此为止，我们这个题就做完了。我们通过假设它工作在某一段啊，然后来验证它是否工作在这一段这个电压和电流的方法，来在2个分段中寻找到了准确的那个分段，同时又寻找到了这个准确的工作点。